2022年，云南一农民直肠癌手术休克死亡。医院，这是医疗意外。李晓东的最后日子，误诊与命运的交错。李晓东化名是一名74岁的农民，在一次体检中被误诊为患有直肠癌，在接受手术时不幸去世。但令人想不通的是，在尸检时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从未患有直肠癌。在李晓东被送往医院那天，医院里的氛围异常紧张。接待他的医生通过初步检查和讨论后，迅速给出了一个令人沉重的诊断结果：直肠癌，且似乎已有肝脏转移。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击碎了李晓东一家的平静生活。主治医生严肃地对李晓东和他的家人说：根据您的症状和我们的初步检查，我们认为您可能患有直肠癌，而且情况相当严重。家人们听后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尽管家属对于做手术这一治疗方案感到犹豫，但医生的坚定态度和对病情的严重警告，让他们觉得似乎除了手术没有别的选择。医生继续解释，手术是目前唯一可能挽救他的方法。虽然风险很高，但如果不手术，病情只会更加恶化。在术前准备期间，医院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来确认诊断。李晓东接受了多次 CT 扫描、MRI 以及必要的血液检查，每一次检查结果都加深了家人心中的恐惧。但这些检查结果显示，肿瘤的确很大，且可能已经侵犯到肝脏。术前的一晚，李晓东的儿子在医院走廊里焦虑的来回踱步，偶尔停下来望向手术室的方向，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担忧。他的妻子则坐在等待区，默默的为李晓东祈祷，希望他能平安无事。2022年8月21号，手术的日子到来了。李晓东被推进了手术室，而家人则在外面焦急的等待着消息。手术本应持续数小时，但不到2小时，一位护士匆匆走出来通知家属，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很抱歉，手术中李先生失血过多。我们尽力了，但护士的话没有说完。李晓东的家人已经能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医院的紧急抢救团队已经全力以赴，但最终还是无法挽回李晓东的生命。在李晓东去世后，家人们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悲剧，他们要求医院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医院方面坚持认为手术是必要的，并且是在充分评估后进行的，患者的死亡是一个医疗意外。医院的管理者试图安抚情绪激动的家属，我们理解您的痛苦和失望，但请相信，我们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在尽最大努力救治您的家人。然而，李晓东家属的疑问并未因此而平息，他们坚持进行尸检，希望能了解真正的死因。尸检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尸检并未发现直肠癌的存在。家属的怒火和不满达到了顶点。李晓东的儿子在医院走廊里对着医生大声质问：这怎么可能？你们是怎么做诊断的？医院方面的解释和辩护在愤怒和悲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一事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法律和道德辩论，涉及到医疗误诊、患者权益以及医疗道德等多个层面。李晓东的故事在当地社区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引发了对医疗安全和诊断准确性的广泛讨论。追求真相，家属的困惑与医院的坚持。李晓东的家人感到既震惊又愤怒，他们要求医院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家属对医院提出了严重的指控，认为医院的误诊直接导致了李晓东的不必要死亡。家属在与医院的多次交涉后，感觉对方在回避责任，这使他们决定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李晓东的女儿在与医院管理层的一次会议中愤怒地质问道：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答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生命？而医院方面则坚称，尽管最终的尸检报告显示李先生并未患有直肠癌，但基于当时的所有临床数据和检查结果，他们的诊断和治疗决策是合理的。医院的一位发言人在处理此事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对李先生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但我们必须指出，医疗诊断是基于一系列复杂的临床评估，
在手术前，我们多次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是在认真评估后进行的。随后，医院提供了详细的检查记录和医疗小组的会诊报告，试图证明他们在处理李晓东的病例时已尽到了应有的医疗义务。医院还强调，手术过程中遇到的并发症和患者的最终死亡是不幸的医疗意外，而非医疗过失。在舆论和压力下，此案逐渐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李晓东的家属不满于医院的解释，坚持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正。他们向法院提交了诉讼，请求对李晓东的医疗记录进行独立的评审，并要求对相关责任医生和医院进行处罚。法院审理期间，双方提交了大量的医疗文件、专家证言和尸检报告。李晓东的家属聘请了医疗事故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对李晓东的病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庭审中指出了医院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疏忽。此案的审理持续了数月，成为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但可惜的是，截止目前，此案仍然没有正式判定。医疗诊断的挑战与误诊的复杂性。在现代医疗实践中，诊断准确性是确保患者得到适当治疗的关键。但诊断过程本身充满挑战，尤其是在涉及复杂疾病如癌症时。李晓东的误诊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球医疗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它揭示了多种因素可能导致诊断错误。一、诊断工具的局限性。现代医学虽然拥有先进的诊断工具如 CT、MRI 和生物标志物测试，但这些工具并非完美无缺。例如，影像学检查有时会因为设备的分辨率、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以及解读结果的主观性而产生误差。在李晓东的案例中，可能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对他病情的误判。二、临床经验的影响。医生的专业判断在诊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这种判断受到个人经验和知识水平的限制。缺乏经验或对某些病症不够熟悉的医生可能无法准确解读复杂的临床信息，从而导致诊断错误。三、疾病的本质多样性。许多疾病，特别是癌症，其表现形式多样。有时候，两种截然不同的疾病在初期可能表现出相似的症状和体征，因此，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也可能在没有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诊断。四、系统性问题。医疗系统内部的沟通问题、诊断流程的疏漏或者医疗团队协作不力等系统性问题，都可能间接导致误诊。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改进医疗管理和流程优化来解决。此外，误诊后的处理方式同样重要。在发现误诊后，医疗机构应采取开放透明的态度，主动查明原因，并与患者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患者和家属的情绪，还能提升医疗机构的信誉和患者的信任。从法律和伦理的角度来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面对诊断错误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应当为自己的专业行为负责，确保所有医疗决策都基于充分、准确的信息，并采取所有合理措施避免错误发生。结语：李晓东的案例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医疗行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改进呼声。医疗诊断的复杂性无疑要求医疗专业人士在进行诊断决策时必须极为谨慎，而医疗系统则应当提供支持，确保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的适当性。而对于李晓东的家属来说，他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在未来防止此类悲剧重演。